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盗物阅览。如果让你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你最不想去的一定是战国末期。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时代太苦、太乱、太黑了。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礼崩乐坏，诸侯之间杀红了眼，今天结盟，明天背叛。朝堂之上，只有阴谋诡计才能生存。市井之间啊，老百姓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因为你不知道听话的人会不会转身就把你卖了。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窒息？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至暗时刻，有这样一位神秘的老人，他没有留下真实姓名，我们只知道他常年戴的一顶用好斗的禾鸟羽毛编织的帽子，所以世人尊称他为禾管子。他隐居在深山，冷眼看着这个疯狂的世界，写下了一部奇书。这本书曾经被历史遗忘，甚至被认为是伪书，直到麻王对汉墓的惊天发现，才让他的光芒重新照耀世间。在这本书里有一篇叫《哲西》，这篇文字不长，但他把人性的弱点、官场的黑幕、君子的修养，以及在乱世中如何既保全自己又不迷失本心的生存绝学讲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读透这篇禾管子《朝夕》，这不仅仅是在读历史，更是在读懂我们自己。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竞争激烈，甚至有时候让人感到迷茫的现代社会，禾管子的智慧或许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盏指路明灯。第一章，模仿者的陷阱。为什么你学不会？成功学。朝夕开篇第一句只有6个字，却重若千钧。道有机，德有据。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底层逻辑，机就是考核查证，德是人对这种逻辑的践行，据就是依据。简单来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它们背后都有一套看不见的铁律在支配。你顺着它走，事半功倍；你逆着它来，头破血流。但是当时的战国君主们懂不懂这个道理呢？禾管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主不闻药，故端宇运尧而无以见也。这句话骂得很高级。他说现在的这些君主根本听不到治国的核心要领，他们整天干什么呢？他们在表演。他们学着上古圣王尧的样子，端正衣冠，模仿尧的一举一动，甚至嘴里挂着仁义道德，但是结果呢？而无以见也，根本看不到任何治理的成效。这让我们想到了什么？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很多人陷入的模仿陷阱吗？看到别人做直播带货发财了，你也赶紧去买设备学话术，结果没人看。看到别的公司搞狼性文化成功了，你也给员工打鸡血喊口号，结果员工全跑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在端宇运尧，你学的是人家的形，是动作，是皮毛。尧之所以成为尧，不是因为他穿什么衣服说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他内心真正顺应了天道，真正把百姓的死活放在了第一位，那是他的道和德。失去了这个内核，所有的模仿都是东施效颦，所有的努力都是表演。禾管子接着说，道与德管而无以命也。如果你把道德只是像客人一样供在宾馆里，看起来很尊重，但实际上不给他实权，不让他真正成为你行动的指挥官，那都是虚的。义不当革而无以更也。如果不符合正义的标准还不去更改，那麻烦就大了。最可怕的是下一句，若是治之，虽安非定也。如果一个国家、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是靠着这种虚假的模仿和表面的功夫维持着，哪怕现在看起来挺安稳，股票还在涨，工资还照发，但那不是真正的定，那个安是坐在火伤口上的安。这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不要做没有灵魂的模仿者。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学的不是成功者的招式，而是他们的思维模型，是那个看不见的道与德。只有扎根于此，你的成功才是有据可查的，才是经得起风浪的。第二章，君子画像。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情商？既然模仿皮毛没用，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得道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在卓西篇里，禾管子给出了我见过的对君子最精彩、最人性化的4个定义。听完这4点，你会发现古人眼里的君子绝不是那种死板的只会说教的老夫子，而是一个极其通透、极其有魅力，甚至非常现代的人。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易亲而难侠，容易亲近，但很难轻慢。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见谁都笑呵呵的，特别随和。
你跟他借个笔帮个忙，他从不推辞，跟他在一起你觉得如沐春风，这就是义亲。但是注意了，如果你觉得他好说话，想拉他一起去干点违规的事儿，或者你在酒桌上想开他过分的玩笑，甚至想试探他的底线，你会发现他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温和但坚定地拒绝了你，让你甚至产生了一种敬畏感。这就是难侠，侠就是玩弄轻慢。真正的君子，他的亲和力是来自于修养，而不是软弱。他的内心有一条高压线，谁碰谁触电，这种外圆内方才是最高级的社交状态。第二个，为祸而难却，害怕灾祸，但在这个基础上，有些责任却难以推卸。这句话太真实了，很多人以为英雄就是不知恐惧，那是假的。君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怕死、怕痛、怕丢饭碗、怕连累家人，这就是为祸，这是生物本能，不丢人。但是君子的高贵在于难却，就像文天祥，南宋灭亡，元朝皇帝劝降，许诺高官厚禄。文天祥怕不怕死？当然怕，但他知道作为一个亡国的大臣，气节比伤兵更重，死他一个比兄弟几个都死要值得，留了气节又不至于绝了后代，这个责任推不掉。就像我们当代的逆行者，救火的消防员，抗疫的医生，他们冲进去的时候怕不怕？肯定怕，但因为身上那件衣服，因为那个职责，那种背后的值得，他们难却。这种带着恐惧依然前行的勇气，比无知无畏更让人动容。第三个，势利而不为非，喜欢利益但不做坏事儿。这一条我建议大家把它写在办公桌上。传统的腐儒总告诉我们要存天理，灭人欲，好像君子就得喝西北风，看见钱就得躲远点。何冠子说不，君子完全可以势利，喜欢钱，想住大房子，想开好车，想升职加薪，这都是正当的欲望，甚至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界限在哪里？在于不为非。你可以像范蠡一样富可敌国，但你的钱每一分都是通过智慧和勤劳赚来的，没有坑蒙拐骗，没有压榨剥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不仅是道德底线，更是生存智慧。因为靠为非赚来的快钱烫手，早晚会把你烧死。第四个，时动而不苟作。顺应时是行动，但不随便乱动。这就是诸葛亮，他在隆中种地的时候，并不是不想出山，他在看时。天下大势没到，刘备没来，我就不动。时机一到，隆中对一出，3分天下。很多时候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分不清时动和苟作。看到股市涨了，不管3021就冲进去，那叫苟作。研究了产业趋势，在这个行业爆发的前夜布局，那叫时动。君子是那个最优秀的猎人，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猎物，也有一击必中的果敢。讲到这里，何冠子又抛出了一个极具心理学深度的观点：礼仪和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体虽安之而弗敢触，然后礼生；心虽欲之而弗敢信，然后义生。这段话太精彩了，身体想舒舒服服地躺着，甚至想坐在领导的位置上，但我不敢。于是有了礼貌，有了长幼尊卑，心里特别想要那个东西，那个诱惑太大了，但我不敢放任这个欲望，我不相信这个欲望的指引，于是有了道义。注意这个词，不敢。原来人类文明的基石不是想做，而是不敢做。礼义的本质不是虚伪的客套，而是源于对规则的敬畏，源于对自我欲望的深度克制。君子之所以是君子，不是因为他没有阴暗的念头，而是因为他给自己的灵魂装了一个极其灵敏的刹车系统。第3章，乱世显为敬，恶是如何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的。讲完了君子，何冠词把镜头一转，对准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战国乱世。这一段描述读起来让人后背发凉，因为它太像我们某些时候在职场、在复杂的社会圈层里看到的景象了。
他这样描述乱世的逻辑：以粗智为造诣，以忠显为道，以利为情。那个时代把粗鄙的小聪明当作创意，把内心阴险当作处世之道，把利益交换当作感情基础。最扎心的是这一句：若不相与同恶，则不能相亲。如果大家不一起干点坏事儿，就没法互相亲近。各位，这句话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这就是投名状逻辑啊！在贪腐的官场，在黑恶势力的圈子里，如果你是清白的，你就永远是外人；只有你也手上沾了脏东西，大家都有了把柄在对方手里，我们才是自体人。这叫同恶相亲。但是这种关系稳固吗？何冠子冷笑一声说：相与同恶，则有相增。你们因为共同作恶而结盟，最终也一定会因为分赃不均或者互相猜疑，为了自保而互相憎恨，互相撕咬。这就是乱世的死循环。在这样的环境里，善良成了异类，正直成了愚蠢。何冠子写道：说者言人，则以为污；发于意，则以为夸。平心而直告之，则有福信。你要是跟那时候的人谈仁爱，他们觉得你在骗人；你谈正义，他们觉得你在吹牛；你平心静气说句大实话，压根儿没人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就像屈原站在汨罗江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种孤独能把人逼疯。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乱世里，真正的贤人，真正的君子该怎么活？是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守阳山，还是像屈原那样投江自尽？何冠子给出了第三种选择。这也是卓西这篇文字最深沉、最务实的地方。第4章，潜伏的智慧，别把伪装当便捷。何冠子毕竟是道家的书，道家讲究什么？讲究保身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贤人治潜乱世。注意这个潜字啊，潜伏、潜水。他是这么描述这些潜伏者的：上有随军，下无直辞，人乖其成，能事隐其实情。对上只能做一个顺遂的臣子啊，对下不敢说正直的言辞。人们被迫违背自己的真诚，有能力的人把真实情况藏在肚子里，心虽不说，弗敢不预；事业虽服善，不敢不立。心里虽然10000个不愿意，但嘴上不敢不赞美。这件事儿虽然明明知道是错的，是不善的，但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不敢不尽力去执行。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虚伪吗？这不就是同流合污吗？这就叫君子吗？别急，何冠子最后有一句极具同情心的总结：故观贤人之于乱世也，其甚勿以为定情也。你看那些在乱世中生存的贤人，千万要谨慎，不要把他们外在的表现当成是他们的真性情。这是一句多么痛彻心扉的辩护。想一想历史上的张居正，他为了推行改革，挽救大明王朝，不得不去巴结大太监冯保，不得不跟贪官污吏周旋。表面上看，他也圆滑，他也世故，甚至他也生活奢华，但那是他的定情吗？不是，那是他在那个烂透了的官场里，为了获得改革权力的保护色。想一想，在纳粹集中营里的那些幸存者，或者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为了保护家人而不得不低头认罪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顺从不是便捷，是忍辱负重。何冠子在这里教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去学诈伪，而是教我们2个道理。第一，对自己，如果在环境极其恶劣、无法改变的时候，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你可以戴上面具，可以弯下腰，但你的心里那盏灯不能灭。这就是心虽不说，你的心要有自己的判断。第二，对他人要有慈悲的眼光。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职场上唯唯诺诺或者随波逐流时，不要轻易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审判他。也许他背负着房贷车贷，也许他有生病的老人要养。我们要学会透过面具去看到他内心是否还保留着那一份不敢的底线。这就是乱世中的君子之志，既要有金刚怒目的勇气，也要有菩萨低眉的慈悲。
更要有在泥潭中潜伏前行的生存智慧。第5章结语，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做确定的自己。洋洋洒洒，我们读完了这篇《荷冠子》，2000多年过去了，禾鸟观早已化作尘土，战国的烽火也早已熄灭，但荷冠子所描述的那个世界，那个充满了诱惑、竞争，甚至偶尔是非颠倒的世界，似乎从未走远。我们在今天依然会面临道与术的选择，依然要在利益与底线之间走钢丝，依然会感到直言没人信的孤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荷冠子呢？是为了在心里种下一根定海神针。我们要记住，道有机，德有据，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去追求那些底层的、长久的价值，而不是盲目跟风。我们要记住，易亲难侠，势利不为非，做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人，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永远守住那个不敢的底线。我们更要记住，如果你觉得自己身处逆境，如果你觉得自己周围的环境不够好，不要急着绝望，也不要急着同流合污，像那位隐居深山的荷冠子一样，看清时势，潜伏爪牙，忍耐坚守，等待那个识动的机会。正如文章开头所言，着稀。什么是着稀啊？就是让那些稀缺的、珍贵的东西在你身上彰显出来。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安静是稀缺的；在一个功利的世界里，良知是稀缺的；在一个随波逐流的世界里，独立思考是稀缺的。愿屏幕前的你能成为那个着稀的人，在乱世中守住正道，在顺境中不忘初心。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点赞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荷冠子，着稀，道有机，德有据，人主不闻要，故端与运爻，而无以见也；道与德管，而无以命也；义不当革，而无以更也。若是治之，虽安非定也。端以有位，名好弗去。故惜人者，无备其情；惜事者，无妙其宾。文理之也，与亲受同则；言语之报，与蛮夷同辈。夫君子者，义亲而难侠，为祸而难却，势利而不为非，识动而不苟作。体虽安之，而弗敢触，然后理生；心虽欲之，而弗敢信，然后义生。夫义节欲而治，理反情而变者也。故君子弗敬情而行也。夫乱世者，以粗智为造诣，以忠显为道，以利为情。若不相与同恶，则不能相亲；相与同恶，则有相增。说者言人，则以为污；发于义，则以为夸；平心而直告之，则有弗信。故贤人之于乱世也，绝欲而无由通，异类而无以告。苦乎哉！贤人之前乱世也，上有随君，下无直辞，君有矫行，民多讳言。故人乖其诚，能事隐其实情。心虽不随，弗敢不欲；事业虽弗善，不敢不利；趋射虽不合，不敢服从。故观贤人之于乱世也，其甚勿以为定情也。